现在大家买笔记本都喜欢讲性价比，但是呢，除了性能和价格的比率之外呢，还有一个指标，我觉得也很值得留意，那就是评价比。我手边的这台华硕无双就是一台评价比很高的机器，不到5000元就能买到高分高刷的 OLED 屏，甚至还有出厂校色。那么它的实测表现如何呢？今天我们就来简单分析一下。先来看一下详细配置啊，这台电脑采用了英特尔12代酷睿 i5-12500H 处理器，混合架构设计，4个大核加8个小核，一共12核心，16线程。内存为双通道 16GB DDR4 3200兆赫兹，固态硬盘为512GB 的美光2450 PCIe 4.0x4速率，屏幕是一块15.6英寸2880x1620分辨率100% P3 色域的 OLED 屏，刷新率120赫兹，自带出厂校色。注意啊，无双包括14英寸和15.6英寸两个屏幕尺寸，但是呢，并没有采用无双14、无双15这种命名方式，有点容易搞混。价格方面，它的参考售价为4999元，定价策略和去年的无畏系列一样，就是追求极致的评价比。类似的配置里还没有第二家把 OLED 屏幕价格杀那么低的。下面看一下整体外观，这台机器一眼看上去和去年的无畏系列很像，我这台是墨影黑，另外还有一个幻境银配色。A 面为金属材质，右侧有一个切割出来的 VivoBook 名牌，名牌的四周呢做了切边处理，比去年的无畏稍微高级一些。转轴的阻尼有点大啊，不能单手开合，最大180度。屏幕为常规的16:9比例，上方的摄像头呢有防窥玻片遮挡，下边框1指宽。CD 面均为塑料材质，电源键位于右上角，按压力度和其他的按键做了区分。数字小键盘呢得到了保留，不过右边少了一排，部分键位有所变化，需要习惯一下。键盘键程1.4毫米，打字手感中规中矩，但是键盘没有背光，阴暗环境下使用不太友好。触控板的面积比较大，滑动和点按手感比较流畅。这台机器也是通过了 Intel Evo 认证的，左下角有相关的贴纸。今年 Intel 更新了 Evo 3.0 标准，新增加了 H 系列处理器的支持。所以说，今年的 Evo 笔记本性能可以更强，同时呢，支持 AI 应用也在商务和创作领域变得更好，比如说 AI 降噪、AI 语音输入和实时翻译，以及 AI 修图等等，这些都是 Evo 3.0 包含的认证标准。那除了万托左边的贴纸，右边还有一张那个牛皮癣，哎呀，这也太丑了啊！我已经吐槽过好多次了，希望下一次呢直接去掉。最后来看一下地面，上面呢有一排长脚垫，中间的进风格栅呢只有右边风扇处有开孔，应该是为了构建风道。整机厚度19.1到19.7毫米，机身重1.87千克，这个体积和重量只能算是一般，已经快赶上某些带独显的全能本了，在核显轻薄本里没有什么优势。接口部分，左侧只有一个 USB-A 2.0， 右侧依次是 HDMI 2.0、2个雷电4、一个 USB 3.2正一 Type-A 和一个3.5毫米的耳麦接口。这个接口规格勉强够用啊，但是呢还是保留了一个 USB 2.0， 就很复古了啊，需要外接多个高速设备时就不太友好了。不难看出啊，这台机器在外观接口上没有什么明显的亮点，估计呢是把成本全部砸在屏幕上了。那我们下面就来从屏幕开始测。这块屏幕的规格很豪华，除了之前提到的配置之外呢，它还通过了 HDR600 True Black 和潘通色彩认证，在5000价位里同样罕见。面板来自三星，实测色域容积为 122.9% 的 P3， 色域覆盖 99.8% 的 P3。另外，它的 Adobe RGB 覆盖也达到了 97%， 3个产光的色域基本都盖满了。色准部分，它自带校色文件，并且呢支持色域切换功能，所以说在各个色域下的表现都还可以。在3个不同的参考色域下，平均delta E 都小于1，最大delta E 也在 1.5 到2左右，这个成绩不错啊。那除了色域以外，均匀性也是 OLED 屏幕的优势项目。均匀性测试基本全绿，最高亮度的色块为397尼特，最低亮度的一个色块也有380尼特。在开启 HDR 之后呢，它可以达到635尼特的局部最高亮度，同时色深由8比特增加到了10比特，适合 HDR 内容的播放。调光方式上，它在 60% 以上的亮度，也就是100尼特亮度以上时，采用的是类 DC 调光。从波形图上来看，调光频率为240赫兹。与普通的 PWM 调光不同的是，它的占空比很高，也就是说，屏幕其实绝大多数时间都是亮着的，对眼睛的影响呢要相对小一些。在100尼特以下亮度呢，则是常规的 PWM 调光，占空比呢会变小，看起来呢也会更容易累。建议啊，平时不要在太暗的环境中使用。另外，开启 HDR 之后，屏幕会变为全亮度类 DC 调光。响应时间方面，由于 OLED 的屏幕具有单像素自发光的特性，不像 LCD 那样依赖液晶翻转，所以说响应时间也很短。官方宣传 0.2 毫秒，实测呢也是1毫秒这个级别，基本超出我们的仪器精度了，平时完全感受不到拖影。当然，提到 OLED， 那就不得不说一下很多人担心的烧屏问题啊。那针对这个方面，华硕也做了一些防护措施了，比如说呢，像搭载像素级的补偿技术啊，默认使用深色模式、自动隐藏任务栏以及像素偏移等等，那尽可能的延长屏幕的寿命。
总的来说，无双的屏幕表现不错，分辨率、刷新率和色域放在5000元价位都是顶级水准。而且呢 ，OLED 屏幕的对比度和响应时间也比 IPS 要好不少，在显示 HDR 以及运动内容时优势更加明显。下面进入性能实测，先来看 CPU。这台电脑采用了 i5-120H 处理器，拥有4个性能核和8个能效核，一共12核16线程。对比 i7-1270H， 主要的区别是 P 核少了2个，频率呢稍低了一些，同时3级缓存少了6兆。这一代的标压 H 系列 i5 呢，其实有3个型号，其中 i5-12600H 和 i5-12500H 的规格几乎一样，区别在于商用的 V Pro 特性上。而 i5-12450H 的阉割呢就比较严重了啊，一核只剩下4个，3环呢少了6兆，频率也比另外的2个 i5 低。所以说，对于用不上商用特性的普通消费者来说 ，i5-12500H 会是一个比较实惠的选择。然后来看一下实际跑分 ，Cinebench R20单线程 i5-150H 跑出了660分。比去年的 i5-11400H 直接提高了100分啊，相比 i9-11900H 都要高出50多分啊，也就是说，今年的 i5 单核性能比去年的 i9 都要强，新架构带来的单核性能提升很明显啊。而相比 i7-12700H 的话，两者的性能差距大约在5%。然后是多核性能部分，照例跑下20循环，第一次能够跑到4565分，之后分数则是稳定在4300分。第一次跑分时，功耗先达到了70瓦，之后回落到54瓦，最后维持在45瓦。之后几次呢都是短暂达到60瓦，然后呢会回落到45瓦，对应的 P 核频率 3.0G 赫兹，E 核频率 2.4G 赫兹。去年那些 EVO 认证的轻薄本受限于处理器只有4核心，那一般的都只能跑到2000多分啊。而今年采用标压 i5 处理器的轻薄本已经可以跑到4000多了，多核性能进步幅度非常大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台电脑的 CPU 封装功耗和核心功耗看起来都很接近啊。那其实这是因为它屏蔽掉了 SA 功耗，也就是一些外围的 I/O、PCIe 控制器之类的功耗没有算进去。实际封装功耗呢比读数要高。类似的现象在我们之前测试的游戏本中也出现过。这个时候看核心功耗更为准确一些。然后再来看一下核显，这一代的标压 H45 处理器的核显也有升级啊。上一代最高只有32个 EU， 性能呢实在是不够看啊。所以说呢，去年很少采用 H45 处理器的核显轻薄本，基本都是搭配独显。而12代的 H45 处理器则是把核显规模提升到了和 DRU 一样的水平。i7-12700H 拥有96个 EU，i5-12500H 则是80个 EU， 频率呢变化不大。跑分部分 ，3D Mark Time Spy 1226分 ，FSE 1657分 ，Superposition 的教室场景793分。分数相比去年标压的 i7-180H 确实是强了不少的，不那么依赖独显了。不过呢，3200的内存频率还是拖了核显的后腿。分数相比去年采用4266内存的 i5-1135G7 有一定的差距。测完理论性能，再来看看它在实际应用中的表现。这次我们引入了一个新的测试软件 Crossmark， 它可以测试电脑在常见应用中的表现，比如 Office 办公、照片和视频剪辑、系统响应速度等等。实测生产率分数1486，创造性分数1286，反应能力1495。与去年通过 EVO 认证的 ThinkPad X1 Carbon 相比，生产率和反应速度都有所提升。而创意设计的分数稍低啊，原因可能在于核显，毕竟 i7 有96 EU， 而这台电脑搭载的 i5 则是80 EU。那正好我们手边就只有这台去年的 EVO 啊，所以说就拿过来用了。然后再来尝试一下网游，原生分辨率太高了，这里采用 1080p 分辨率啊。实测 CSGO 最低画质100帧，DOTA 2最高特效35帧，这个成绩玩网游的话确实比较勉强啊，硬要玩的话，那特效要再降低一点才能凑合打。Adobe 软件这边 PS 可以达到731分，比不过那些 i7 的游戏本，应付一下轻度的修图工作没有问题。至于比较重度的 A1 和 PR， 因为它没有独显加速，所以说就不太建议了。总结一下 ，i5-12500H 的单核性能很强，超过上一代的 i9， 与12代的 i7 相差不大。多核部分呢，因为相比 i7 少了2个大核，所以说有一定的差距。但是放在轻薄本里也是不错的水平啊。核显部分有明显的进步，和 DRU 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。这也使得今年的轻薄本采用 Intel 标压处理器成为了可能。虽然玩游戏还是有些吃力，但是呢，应付轻度办公是够用的。比较遗憾的是，这台机器采用的是 DDR4 内存，在核显性能以及游戏里面会造成一些瓶颈。好的，下面进入拆解环节。这台电脑拆机不难，卸下底面的所有螺丝即可揭开后盖。可以看出它的主板面积比较小，中间呢有一块闲置空间，表明它可能是由某个小尺寸机型扩展出来的。电池容量70瓦时，实测 PC Mark 时的现代办公成绩为8小时22分钟。相比于它的电池容量，这个续航成绩我觉得还是偏低了点。硬盘表面有散热片覆盖，型号是512GB 的美光2450。它的缓内速度还可以，但是出缓后写入会直接掉到100兆每秒。虽然是 TLC 颗粒，但是这个速度实在不怎么样啊。内存为8GB 板载加上8GB 插槽的形式，最高支持到8G 加32GB 的内存。插槽部分是一根美光的 DDR4 3200，双面8颗粒。
它的内存工则在 sAGV 模式下，频率和分频模式都会变化。这个读写成绩应该是3200频率下跑的，而延迟测试呢，则是自动切换到了不分频的 Gear One 模式，延迟比其他12代机器要低不少。无线网卡位于右侧，型号是 Intel 的 AX211，支持 WiFi 6E， 走线比较飘逸。最后是散热模组，它采用了双热管单风扇的散热，热管一粗一细，有2个出风口。下面来看一下它的实际表现。室温25度，风扇采用了高效模式。对于无度线的轻薄本，先采用负载较低的 Stress CPU 进行压力测试。烤机30分钟后 ，CPU 78度 ，P 核 3.7G 赫兹 ，E 核 2.8G 赫兹左右。计算核心的功耗44.4瓦，封装功耗显示的是45.3瓦，实际会更高一些，前面已经说明过了。然后换有压力更大的 Stress FPU， 温度和功耗基本没有变化，只是频率会有所降低 ，P 核 3.1G 赫兹 ，E 核 2.4G 赫兹。表面温度部分，最高温出现在了 F10键，39.7度，键盘中部在37度左右 ，WASD 在32度，空格键32.8度，左掌头25度，整体温度不高，比较凉快。背面温度，上面靠近核心的地方稍热一些，达到了46.5度，中心37.4度。最后是噪音，在距离机器水平15厘米、垂直30厘米的地方，实测达到了55.9分贝，这要比很多游戏本都要高啊！实际听起来呢，噪音很明显。总的来说，这台无双的散热表现有些偏科，它的性能释放和表面温度控制都是第一梯队的水平，但是呢，噪音就比较放飞自我了。从核心温度来看，并不热，所以说肯定还有优化空间。针对这个问题呢，我也反馈给了华硕，他们的负责人表示，后续还会有 BIOS 更新，希望早日落地吧。那考虑到使用这台电脑的消费者多数还是在标准模式下的，所以说我们也测试了一下标准模式下的 Stress FPU 散热表现。30分钟后，核心87度，功耗35瓦 ，P 核 2.7G 赫兹 ，E 核 2.2G 赫兹。表面温度整体上升了一些，比如说 WASD 键提升到了34.9度，整体提升了2度。虽然标准模式下的性能下滑，表面温度提高，但是噪音骤降，低到了42.2分贝，和高效模式相比完全是2台机器。所以说，真心建议日常运行在标准模式下，办公和影音体验会更好。看完了视频的全部内容，相信对这台电脑有一定的了解。按照惯例，这里总结了3条优缺点供各位参考。先说优点，第一，屏幕素质较高。这块屏幕兼顾了高分辨率、高刷新率和广色域，还自带校色文件。OLED 屏幕在对比度和响应时间方面也有优势。这样一块屏，即使在万元级别的笔记本里，仍然能够排在第一梯队。放在5000元的主流价位里，我只能用顶尖这2个字来形容了。第二，键盘表面温度控制较好。这台电脑在烤机时，键盘最高也不到40度，像 WASD 和空格这些地方只有32度，日常使用时很凉快，基本没有热感。第三，搭载双雷电4接口，同价位少见。目前5000元价位的轻薄本一般只有1个雷电4，而华硕无双搭载了2个，不会那么局促了。聊完了这台电脑的优点，自然也要说一下它的缺点。第一，高负载下风扇噪音较大，它在烤机时的噪音达到了55.9分贝，甚至比天选3这种游戏本都要高啊！在办公室、图书馆这种地方，如果放开了跑，那可能会影响到别人。其实我觉得它在性能模式下的风扇转速有点太激进了，毕竟核心和表面温度都不高啊，把风扇拉满其实不是很有必要。第二，固态硬盘性能一般，这块美光2450的缓内速度还可以，但是缓外写入只有100兆每秒，放在今天实在是有点低啊。去年华硕不用 QLC 了，我还专门表扬了一下，没想到今年又开始在硬盘上缩水，看来以后还得继续批评。第三，键盘没有背光。键盘背光这个东西虽然平时不怎么用，但是呢主流价位其他机型基本都有，只有它没有，这就让人感觉非常别扭。我觉得呢不应该在这种地方省成本。在我看来，无双是一台优缺点非常鲜明的笔电，它的屏幕在5000元价位可以算得上是顶级，性能释放的也不错。不过在其他方面妥协的痕迹就比较明显了，比如说硬盘采用了性能一般的美光2450，噪音比较大，还保持 USB 2.1这种低速接口。所以说它的目标人群也很明确，就是那些预算有限、对硬盘和噪音要求不高，但是呢又想追求高素质屏幕的用户。在主流价位的轻薄本上，目前比较流行的是各方面都很均衡的水桶机，典型的就是联想小新与 Yoga 系列。而华硕的应战策略则是避其锋芒，做出了无畏无双这种专注于平价比的机器，给用户提供了更多的选择。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，我是支持华硕这种思路的，只是我希望以后能把各种小缺点补齐一下，让大家选购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顾虑就更好了。交流买本心得，帮助电脑小白，这里是比巴评测室，我是猪王。喜欢本期视频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点击小铃铛可及时获取最新资讯。如果想看到更多的笔记本电脑评测，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